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更喜欢这个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遇到过啊，你指的是什么呢？比如别人给你选择东西的时候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选自己喜欢的。真的那么简单吗？我前几天碰到件事。哦，快说来听听，是不是很特别？我朋友请我吃饭，有2道菜可选。你就说我更喜欢这个了吗？是啊，我指着鱼说我更喜欢这个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鱼很好吃啊。但他问我为什么不是另外那个鸡。哈哈，这有点意思了，追问到底。对呀，我当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难道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喜好吗？可能在我们文化里，有时会多想。我懂了，是不是怕显得不礼貌？有点这个意思，或者怕对方误会。比如，是不是觉得另外的菜不好？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更爱鱼。所以，我更喜欢这个有时很微妙。是的，尤其当对方是你很看重的人。想象一下，你选了，然后对方不开心。哈哈哈，这画面感太强了，压力山大。所以，我们有时会说都好，你决定。对，或者你喜欢哪个，我就喜欢哪个。这也是一种礼貌，怕选择不好吗？但有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想选一个呢。是啊，比如买衣服，我肯定有偏爱。买衣服就直接多了，因为是为自己。没错，没人会问你为什么不是那个。但如果朋友送我2件，我就要犹豫了。你说我更喜欢这个，要加说明。比如，这个颜色我平时穿的更多。或者这个款式更适合我的风格等等。这样就不会让送礼物的人多想了。原来一个简单的选择背后有学问。是啊，尤其在人际交往的细节里。所以下次说我更喜欢这个要小心。没错，可能要多加一句解释才完整。比如说，它更实用或者更漂亮一点。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，也避免尴尬。我还想到，点餐时也有类似情况。真的吗？点餐不就是选自己爱吃的？如果大家一起看菜单，你第一个选。哦，那可能要考虑大家的口味了。对，不能只顾自己说我更喜欢这个。这就上升到情商和看人下菜碟了。哈哈，是啊，所以沟通很重要。一个小短语，学问可真不少呢。没错，中文的魅力就在这些细节里。说到细节，送礼也是个大考验。收到礼物说我更喜欢这个，那可万万使不得，太不礼貌了。对，应该说谢谢，我都喜欢。这就牵扯到中国人的客气了。即使心里有偏好，也要藏着。是的，要让送礼的人有面子。我有次朋友送我2本书呢。你怎么说的？很想知道啊。我说啊，这2本我都特别想要。这就对了，体现了高情商。如果直接挑1本，多尴尬啊！还会显得你不太懂人情世故。
原来送礼也是一门大学问呢。还有评价别人作品时，比如朋友画了2幅画，你不能说我更喜欢这幅，那岂不是否定了另一幅吗？没错，要说这2幅都很棒，或者这幅的颜色特别吸引我。对，强调优点不是比较。大家觉得那种情况，直接说好不好呢？估计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。毕竟用心创作是值得尊重的。我想起一个搞笑的经历，快说说，我最爱听故事了。我和同事一起挑咖啡豆，你直接说了我更喜欢这个吗？我说这个更适合我的口味。那还好啊，不是直接比较。但同事瞬间觉得他选的不好。哈哈，真是太敏感了吧。语言的微妙，真是深奥啊。看来每个人理解不同呢。所以我们习惯用挺好来表达。挺好就是很好了的意思吗？更多的是一种委婉的肯定。比起直接夸赞，它更含蓄。这和中国人内敛的性格有关。不喜欢太露锋芒，强调和谐。追求中庸之道嘛。如果用了最，就更得注意。那是最高级的肯定，要慎用。不然可能显得过于绝对了。没错，中文真是活的艺术。处处都是人情练达的智慧。哎，说到智慧，有个情况。什么？听起来很有趣啊。当你的上司问你更喜欢哪个方案时，哇，这可就更复杂了。是啊，高情商的回答很重要。不能直接说我最喜欢这个吧？那样会显得情商不高。领导会怎么想呢？他可能会觉得你太主观了。或者没考虑团队意见。对，要体现出整体观念。那要怎么说才好呢？我有一次就遇到了。真的吗？快讲讲。我会说，这2个都很好。然后呢？具体选哪个？接着，我会分析优点。先肯定，再分析。没错，但分析要全面。不能只说自己喜欢的。对，要考虑到实用性。比如资源、时间这些吗？正是，还要看谁用它。哦，这就是因地制宜吧。对，中国智慧的体现。这种思维方式很棒。它避免了直接冲突，也给别人留足了面子。是的，面子很重要。所以，高情商的表达。比方说，我会说方案，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更符合目前预算。哇，这个理由很充分。或者说，它更易于执行。确实让人信服。那么，你遇到过类似情况吗？我也遇到过，真是考验。没错，这关乎沟通艺术。表达得好，事半功倍。中国人说话讲究分寸。不止工作，生活也一样。比如去朋友家做客，夸奖也要有技巧。
不能只夸最贵的东西。哈哈哈，那样很奇怪。会让人觉得你没品味。真是学问啊，处处是坑。哈哈，中文的魅力吧。是啊，细品才有趣。所以下次再遇到，我会更注意措辞的。那我们下次聊聊，当你被问到。哇，还有更难的吗？当然有啊，比如当你被问到。被问到什么？我有点紧张了。比如朋友送你礼物，问你喜不喜欢。哦，这不难啊，就说喜欢。重点是不止一个人送你。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手心手背。对，被问更喜欢哪个礼物时，哇，这真是个大难题啊。说不喜欢会让人不高兴。说喜欢这个，另一个呢？另一个送礼的人会很尴尬。这确实是个坑，怎么破？这就需要一碗水端平的智慧。一碗水端平，具体怎么说？你可以先夸两个礼物都好。都好，但总有个更喜欢吧？或者说两个都非常实用呢。哦，避开喜欢这个词。对，重点是照顾所有人的感受。真复杂，中文果然博大精深。这种表达能避免得罪任何一方。我好像懂了，就是要含糊点。也不完全是含糊，是艺术。艺术，这可太有挑战性了。这种不偏不倚的说法，真的能让大家都开心吗？很大程度上是的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很巧妙，顾及面子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庸之道的体现。哦，原来是中庸之道。不走极端，寻求和谐和平衡。这比直接说喜欢哪个更难。对，因为要考虑所有人的关系。我想到有一次，我夸菜好吃，结果呢？发生什么了？我只夸了一道菜，别的没说。哈哈，是不是做其他菜的厨师？就问我那些菜是不是不好吃？看，这就是分寸感的重要性。是啊，不小心就冒犯了别人。所以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，我知道，要雨露均沾一点。哈哈哈，这个词用得好。不然就太直接，不够圆润。如果被问到更敏感的话题呢？敏感话题，比如收入吗？或者是问你对某个人看法？哇，那是不是又要巧妙回避？对，但方式可能更特别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很期待。如果有人非要让你选一个，选什么呀？是2选1吗？比如两个朋友都邀请你，啊，只能去一个的场合，你会怎么拒绝另一个人？哇，这真的太考验情商了。是啊，直接说不去很尴尬。我上次就遇到了这个情况。真的吗？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说身体不舒服，婉拒了。哈哈，这很中国式啊。是啊，不直接说出原因。
委婉是门艺术，特别实用。不伤面子，还能达到目的。但如果下次又遇到同样情况，哎呀，不能总说生病吧？对，要换个更巧妙的说法才行。比如工作忙，或者有其他事。对，但要说的具体点儿，让人觉得不是随便敷衍了事。不然他们还会继续追问你。比如我可能需要加班。加上可能就更圆滑，让人家有回旋的余地。大家都知道这是委婉拒绝，但面子上还是能过得去的。这不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吗？礼多人不怪的体现吧。没错，这背后有更深文化。愿闻其详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非常注重和为贵，也就是尽量避免冲突和摩擦。不想让别人感到一点不舒服，所以言语上会显得更谨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猜猜看，又是什么问题呀？还有哪些日常用语是听起来客气，但意思相反。比如有空常来家里玩啊？哦，不一定真让你上门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客套话。我觉得我再考虑考虑。哇，这个说法也很经典。基本就是拒绝的意思了。看来理解这些很重要啊。是啊，不然真会闹笑话。不过，如果遇到更直接的人呢？更直接？那要怎么巧妙应对？更直接？那要怎么巧妙应对？这就要看情况了。比如会遇到什么情况呢？有时直言不讳是真诚，但也可能让人不适。是啊，所以要观察对方。哦，看他们的表情吗？对，还有说话的语气。那如果对方很直接说，比如我觉得你错了。哇，这真是够直接。这时我们可以这样说：怎么说呢？我很好奇。谢谢您的建议和指点。这样听起来很礼貌哦。然后可以表达自己想法。但语气要更委婉些。没错，先接受再解释。这样更容易被接受。对，就不会伤了和气。我想起来一个例子。是一个怎样的例子呢？比如大家一起点菜。点菜时会很热闹。有人直接说我要吃这个。是很常见的情况。但另一些人会问大家：你们想吃什么呀？这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。这比较照顾大家。然后再说我更喜欢这个。这就显得很周到了。对啊，文化差异真大。是的，小细节很重要。真是学到了很多呢。感觉这次聊得很开心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真的，一转眼就结束了。不过今天收获满满啊。对啊，学会了如何应对。还有如何表达不同看法。这些沟通的艺术太棒了。
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是更喜欢直接表达呢，还是委婉含蓄一些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验哦。或者你们有趣的故事？我们下期来聊聊待客之道。哇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。期待下次与你空中相遇。